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啊！我是丽姐，每次跟你们分享相亲故事都觉得特别有意思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订阅，要是觉得故事精彩，就给丽姐打赏点，让丽姐能喝口好茶呀。今天这个故事我可得好好跟你们唠唠。咱们这男女主角那叫一个特别，这场相亲啊，简直是充满了爆炸性的内容。听完之后，保准你们对婚恋市场，尤其是那些年纪稍大的单身人士的择偶标准有全新的认识。反正啊，这故事特别有看头，你们就搬好小板凳，听我慢慢讲。这事发生在广州的一个普通周末，那天婚介所里忙得热火朝天，我和几个朋友脚不沾地的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女客户走进了我的办公室。她看上去大概30岁左右，眼神里透着点不安，可又满是期待。经过和她初步一聊，我知道了这位小姐姐叫小曼，是个事业有成的白领。她呀，就是因为一直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结果把婚姻大事给耽误了，拖到现在。我心里琢磨着，她都30岁了，对自己另一半肯定要求不低。毕竟这个年纪去相亲，碰到的对象要么比她小，要么跟她差不多大，心里难免会有点不平衡。不过我这人吧，干婚介这行久了，有职业病，一看到客户就想着无论如何得帮他们找到好归宿，所以我就特别耐心地听他讲自己的要求。丽姐，我这人吧是有点高要求。他一开口就这么说，我觉得自己都不年轻了，婚姻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我就希望能找个有稳定收入、有房有车的男士，最好啊还能给我买社保。社保，我当时就愣了一下，心里想，这要求还真是头一回听说。对呀，丽姐，我就想找个能给我交社保的。你想啊，我这年纪也不小了，得为以后的养老问题考虑考虑。现在这社会社保越来越重要了，你肯定也知道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脑袋还真有点转不过弯来。他这要求乍一听好像不算高，可放在相亲市场里，那可真是少见的很。一般来说，这个阶段的很多男士，大多关注的还是房子、车子，还有个人性格这些基本条件，像社保这种需求，还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不过呢，我可不想打击他的热情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嘛。我就笑着点点头说，小曼呀，我明白你想要个稳定的保障，社保确实现在越来越被大家看重了。行，那咱们先聊聊其他基本条件，看看能不能给你物色到合适的对象。于是我就开始在我这一堆资源里帮小曼物色合适的男士。找来找去，终于找到了一位条件不错的男士，叫阿凯，35岁，自己做生意，家里有房有车，日子过得挺滋润，也比较稳定。阿凯是我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，之前听朋友说，他人话不多，但做事稳重踏实，看着就挺靠谱的。我跟阿凯介绍了小曼的情况，阿凯听了之后表示愿意见个面，我们就约定在一家咖啡馆见面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我和小曼先到了咖啡馆。小曼那模样紧张的不行，一直在那儿翻看着手机上的资料，一看就知道她心里特别忐忑。我就安慰她，别担心，小曼，咱们慢慢来，没啥好紧张的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阿凯准时出现了。哟，他穿着一身休闲装，整个人看着特别有成熟男人的气质，干净利落，给人一种稳稳当当的感觉。我跟小曼交换了个眼神，示意她放松点。我坐在一旁，心里想着，这两人条件挺般配的呀，应该算是合适的组合了。小曼的要求虽说有点特别，但阿凯这条件完全能满足，只要他们俩沟通的时候能达成共识，那肯定没啥问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聊得还挺愉快，氛围也挺轻松的。可没想到，等我们聊得差不多了，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尴尬起来了。小曼突然问阿凯，阿凯，我想问问，你有给自己交社保吗？阿凯当时就愣了一下，显然是没想到他会突然问这个问题。他勉强笑了笑说，社保，我做生意嘛，自己交了商业保险，社保这个事儿，还真没考虑过。小曼一听，马上就皱起了眉头，你不交社保，那以后咋办呢？我不是说你现在不交就不行，但至少得有个保障吧。我都30岁了，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随便了。我觉得社保挺重要的，以后生病、退休啥的都能有个保障。阿凯听了这话，明显有点不高兴了，脸色变得有点阴沉，
社保。我自己做生意赚的钱够花，为啥非要交社保呢？你找男朋友难道就是为了养老吗？那你干脆找个在养老金部门工作的人得了。这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，我感觉桌子上的空气都凝固了。阿凯那是明显生气了，可小曼也不打算退让。他马上回击道：我不是要找养老金部门的工作人员，我就是觉得结婚后生活的有保障。你做生意却没交社保，这不就等于没底气吗？我就想以后能有个安稳的生活。阿凯听了这话，终于忍不住了，直接噌的一下站了起来，脸色铁青。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什么储蓄罐了？我怎么就活得这么不值得你信任？就因为我没交社保，就不配跟你结婚了是吧？看到他这么生气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担心这场相亲要黄了。我知道阿凯这人性格比较绝，不太容易妥协，现在这种对立的情绪肯定会让他特别反感。我赶紧站起来，想平息这个局面。两位都冷静一下啊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慢慢沟通。阿凯，你别这么激动，小曼她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稳定的保障，这可不代表她不信任你，她就是想为未来打算。小曼呢，你也别太激烈了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，不能把所有压力都放在对方身上呀。可不管我怎么说，一切都没能改变。阿凯直接摔门就走了，留下一脸愣住的小曼和我。我看着阿凯的背影，心里那叫一个无奈，还有点生气。就这么一个社保的问题，居然能让他俩闹得这么僵，我都有点懵了。回到婚介所后，小曼看上去特别受伤，她特别失望，跟我说：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要求太高了？我真的就只是想未来能有个保障，怎么就弄成这样了呢？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跟她说：小曼呀，其实你的要求真不算过分。社保这东西现在确实是现代人对未来生活的一种重要保障，很多人都会考虑这个问题。只是啊，很多男士的思维还没完全跟上，特别是像阿凯这种事业型的男士，他们对社保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可能没那么高。不过你也别灰心，不是所有人都像阿凯这样。毕竟婚姻啊是两个灵魂的契约，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能互相理解，愿意为对方妥协。然后我又接着安慰他：小曼，别灰心丧气的。婚姻可不是只找个合适的经济支柱就行，更重要的是找个能理解你、包容你的伴侣。这次没成，咱下次肯定能遇到合适的。小曼听了我的话，点了点头，可我看她那眼神还是透着失落。从那之后，小曼还是会时不时来婚介所，让我帮她留意合适的对象。我也一直帮她留意着，可这找对象的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呢？有一天，我又给小曼介绍了一个男士，叫阿俊。阿俊32岁，在一家企业上班，收入稳定，也有自己的房子。我跟小曼介绍了阿俊的情况，小曼听了之后觉得条件还不错，就愿意见面。到了见面那天，我陪着小曼一起去了约定的餐厅。阿俊早早的就到了，他穿着一身整洁的衬衫和西裤，看上去很精神。大家坐下后，刚开始聊得还挺开心。阿俊很健谈，也很幽默，逗得小曼时不时就笑出声来。我看着这场景，心里想着这次说不定有戏。可聊着聊着，小曼又忍不住问了：阿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交社保吗？阿俊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说：交了呀，公司一直都给交着社保呢。小曼听了，明显松了一口气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接下来他们又聊了很多其他的话题，比如兴趣爱好、未来规划之类的。我发现他们俩在很多方面都挺合拍的。阿俊喜欢旅游，小曼也一直想去很多地方看看。阿俊喜欢看书，小曼也经常在闲暇时间阅读。那次见面结束后，小曼和阿俊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之后的几天，我一直没敢打扰他们，想让他们自己慢慢发展。过了大概1个星期，小曼来找我，她看上去心情特别好。她跟我说，她和阿俊这几天一直在聊天，感觉彼此很聊得来，而且阿俊也很理解她对社保的重视。我听了特别高兴，觉得这次小曼可能真的遇到合适的人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小曼和阿俊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约会、看电影、吃饭、逛街，感情越来越好。大概过了半年，有一天小曼兴高采烈地来找我，她跟我说阿俊向她求婚了，她答应了。我看着她那幸福的模样，心里也特别欣慰。
后来，小曼和阿俊顺利地举办了婚礼，婚礼上他们俩特别幸福，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。通过小曼的这个相亲经历，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，在现代婚恋市场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担忧。这些高要求背后，其实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而能找到一个互相理解、愿意共同承担未来的伴侣，真的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啦。要是你们也有自己的婚恋故事，不管是有趣的、难忘的，还是有点曲折的，都欢迎留言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咱们下次再见喽！希望你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